Hello， 大家好，今天要来做梦一下，让我们开始吧。影片声明，那今天的影片部分的资料是我自己个人的猜测，所以如果之后时装纯属雷同。那先来看一下去年我们做的一些猜测。那第一个猜测是抵抗增加矿物成本这个能力，那当时猜的效果就是会无视敌方的增加矿物能力。那因为这个本身就很好猜，所以这个其实就算猜正确也没什么好意外的。那当时推估的登场时间是3月份，也就是今年的11周年。但实际上，官方似乎没有在3月就把它推出来，而是在今年5月的时候推出。那5月的新角色就是女仆兔兔，所以时间点的话算是猜错了，但没关系，哪时候推出不是重要的，有推出就好了。再来是第二个猜测的东西，也就是狂暴化这个能力。那当时因为它只有图片的关系，没有任何的文字资讯，所以没办法去猜到它的能力名称是什么，所以当时我们就猜了一个嗜血。那其实留言区当时也讨论的蛮热烈的，如果你们想看一下留言区讨论什么，可以回去再看一下。那效果其实当时也很难猜啊，毕竟它完全没有任何的资料，只有一个图片。但根据这些图片，然后我当时配合着 Google 翻译跟 GPT， 所以有稍微去猜测它的登场时机是11月。因为这个能力感觉就很11月会推出万圣节嘛，所以整体来上，这个猜测结果跟前一个完全相反，能力名称跟效果完全猜错，但登场时机猜对了。那刚好它就是在 KSM 身上，那至今也只有 KSM 有这个能力，毕竟这能力我觉得蛮弱的，所以官方应该也知道这能力推出来不会赚钱，所以在 KSM 之后就没有再推过任何一次。第三个也是猜技能，哇，那这个技能其实是今年，也就是这个月9月才登场，就是我们的白萝卜熊大拥有的投掷盟友这个技能。那当时我得说，这个猜测真的是完全几乎90%正确了，它的技能叙述没什么问题，然后效果甚至我有猜到它是辅助技能的，我自己其实都蛮意外的啦。那唯一比较遗憾的点是，我没有想过他这么晚才登场，隔了1年多才登场的一个技能效果，但没关系，他最后还是登场了，所以预测成功。那看完去年的回顾，今天一样要带几个新的东西，应该是未来会推出的，拿来跟各位分享一下。那今天分享的东西有别于刚刚前面的，今天的图片数量是基本上是0啊，那取代而至的是更多的文字叙述，所以我们可以比较能了解接下来会推出的能力可能会有怎么样的效果。那第一个要推出的能力在现在画面是可以看到的，那可以看到它是用韩文写的，所以都属于在测试的环节。那没关系，帮你们各位都翻译了一下了。翻译之后呢，能力的名称应该会叫矿物小偷之类的，那这个都是翻译的，所以实际的名称要等未来推出才会知道。能力的叙述是出动的时候有一定的几率从对手那边偷取一定数量的矿物，那这个能力只会在 PVP 跟公会战中触发，这个能力触发后的 N 秒之内不会再次触发，取得的矿物不会超过自身最大的矿物上限，然后也不能超过对手剩余矿物的数量。所以这个感觉是会用来配合妨碍矿物的一个能力。那在刚刚还没翻译前的画面可以看到它有1、2、3种程度的，所以目前推测它这个1、2、3应该会是偷取的数量，或者是跟触发几率会有一些关系，可能是几率高的偷的比较少，但几率低的偷的比较高。再来看到第二个新的东西，那这个也是一个能力，那名称翻译过来叫做护盾穿透。它的能力叙述是持有这能力的 Rangers， 那它的一般攻击会无视战斗中由技能、能力、装备所触发的暂时性无敌护盾，以及体力增益效果。然后它有个备注是战斗道具以及永久性套用的增益会不在这个范围之内。那这一个能力如果登场，我觉得会是一个大幅改变环境的能力，毕竟这个东西就可以让普攻直接在 PVP 上再度变得有用途。普攻现在会很弱势的很大原因就是在环境的无敌效果太为频繁，你在正常的情况下基本上很难找到没有无敌的空隙，那只要无敌存在，
普攻就没办法造成实质伤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普攻现在只在对控银杰角色上会有用途，因为飞翔角色拥有无敌技能的角色非常少，到目前为止也只有魔女莎莉拥有这个样子技能。而且除此之外，可以看到这个能力叙述中，它还有讲到也会无视体力增益效果，因此这意思就是你角色技能备体无效化，装备给的体力效果也会无效化，因为这些全都是它里面有讲到的。那你可以想象啦，今天一只角色如果普攻在一只没有任何体力增益的角色身上，我认为大概那只角色估计也能撑个3-4下普攻，应该就会直接被打掉了。而且这个能力或许未来会很强势的原因，我们等等之后还会再讲到一个新的装备效果，可以用来配合这个能力的。再来讲到今天的最后一个重点，新的装备效果。那总共有看到3个效果，分别是第一个攻击区域的增加，第二个是防御率，跟第3个技能防御率。那首先现在讲攻击区域，什么是攻击区域？攻击区域就是我们智慧型在详细资料里面会看到的箭射范围，也就是今天它进行普攻的时候，它可以打到多少范围内、多少阵位内的角色。所以，如果今天这一个装备效果登场了，那它如又配合到前面刚刚讲那个能力，你可以想象它这个普攻的范围可能会到300点甚至更高。那在这个效果，其实在几个月前，在泰国那边的一个 YouTuber 也叫 TK Rangers， 他其实有发布相关的图片。那他发布的那个图片内容里面是有攻击区域这个数值，这个装备效果，那它提升的数值是180点。那在目前环境中，普遍智慧型的箭射范围都是150点。那今天如果你加了180点上去，那也就是说它的普攻就可以一下达到0到330点内的角色。那330点内的角色大概就是鲁迪乌斯以内的角色都可以被命中到，所以可以想到这个装备效果如果配合那个能力，真的是有机会对环境造成很重大的影响。那再来后面2个是防御率跟技能防御率，那这2个东西目前它就只有这样的叙述，所以我也没办法去猜出它的实际的效果会是什么。那它的这个登场时间，我认为也是有一点点的敏感，毕竟我们可以回顾一下，6月出了一个技能贯穿率，8月出了个血杀，10月会有一个会出防具，那6月是饰品，8月是武器，所以感觉10月也应该要出一个新的效果。所以目前我自己个人猜测，防御率跟技能防御率可能会在10月登场。那这样是好还是坏？我个人觉得可能会偏糟一点点，毕竟它既然都分成防御率跟技能防御率了，代表防御率是来抗衡普攻的，技能防御率是来抗衡技能的。先不论这个效果是好还是坏，今天如果你跑一个8星装备来抗衡普攻的，我认为这个应该会降低玩家去抽它的兴致啊。那所以我希望这个东西是不要乱搞，因为如果真的乱搞了，要抽10月的玩家，我觉得可能会有点害怕，因为我自己要抽10月的，我现在是有点害怕，如果真的出了防御率，会不会有点搞到这个装备的效果？但没关系，老话一句，一切等出再说，所以我们可以等10月再来看看它是不是真的会出。你对于今天的做梦环节有什么样的感想呢？那你又认为这些东西哪时候会在游戏中登场呢？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吧。